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70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老子在这一章中所说的内容看似平实，其实内里藏着极为深刻的思考。他说：无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这句话并不是抱怨别人不理解他，而是揭示了一个极具普遍性的现象：最本真的话语和最真诚的行为，常常是最容易被误解的，而最贴近人心的教诲，往往是最难进入人心的。很多人一看到这句话，会以为这是哲人的孤独自白，确实，这其中的情绪不乏落寞之感。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家庭关系的脉络下，放在一个最贴近人、最容易情感交错的场域中重新体会，就会发现，这句话其实讲出了许多家庭中最常见、最深层的困境。家庭是人最初理解世界的场所，也是情感联系最深刻的社会单元。在理想中，家庭应当是一个讲真话、做真事、彼此理解、彼此支持的空间。可是现实常常不是这样。在无数家庭关系中，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悖论：一个人用尽全力去表达自己的爱、善意、用心，但对方却并不领情，甚至曲解其意。而一些看似简单的沟通，常常变成伤人的话语风暴。我们以为我们说的已经很清楚，做的已经很贴心，可最后仍旧换不来对方的理解和认同。就像老子说的：言甚易知，行甚易行。然而真正知与行的那个人却极其稀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老子在下一句中道出根本：言有宗，事有君。这句话是这整章的支点。言语有其内在的根本，道理有其深处的来处，行为有其主导原则，也就是内心的信念与价值支撑。在家庭生活中，我们说话做事往往不是随意而为，而是出于一种对家人负责、对关系珍视的初心。比如，父母劝导子女选择某条人生道路，也许语言未必完美，但背后往往是爱与担忧。伴侣之间劝诫对方改变某些习惯，也许语气强硬，但内里却是对生活质量的共同追求。可就是这样有宗有君的言行，却往往不被理解。对方感受到的不是关心，而是压迫；不是支持，而是控制；不是共情，而是审判。于是老子说：夫为无知，是以不我知。不是因为道理本身不清楚，而是因为听者并未具备理解的心智与立场。在家庭中，这种情形尤为常见。我们都知道，要理解一个人，首先要放下自己的成见，要有意愿走进对方的内心。可现实中，多数家庭成员之间恰恰缺乏这种愿意理解的姿态，于是亲情在误解中消磨，善意在隔阂中消散。老子接下来的一句“知我者希，则我者贵”，其实是对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剖析。真正懂我的人极少，所以那些能够懂我的才显得格外珍贵。在家庭中，人与人之间若能相知相通，其实就是一种极大的福分。我们常说家人之间要相互包容、理解，这种理解不是浅层的认同，而是穿透日常纷扰之后，对对方本心的看见。一个人内心的价值观、行事的原则、爱人的方式，若能被家人真正读懂，那便是家庭关系中最珍贵的一种情感链接。但问题恰恰在于，这种彼此理解在现代家庭结构中越来越稀缺。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彼此都变得焦躁不安，代际之间文化背景的断裂，使父母和子女各说各话，数字生活的沉浸，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时间锐减。
于是每一个人都在表达自己，却没有人真正听懂别人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有踪有据，可对方听不见、看不见，只看到表面，甚至误以为是在制造麻烦、制造冲突。时间一久，人们就开始收起自己的真心，变得沉默，变得防御。家庭中逐渐充满了被误解的声音与情绪。最后一句话，老子以极具象征性的形象做了结语：圣人披褐而怀玉，褐是粗布衣，代表外在的质朴；玉是内在的珍宝，象征真实的德行与智慧。在家庭中，那些最默默承担责任的人，最不爱张扬却最付出深情的人，往往也像这样，穿着普通的衣裳，过着日常的生活，不抱怨，不炫耀，但内里却藏着对家庭最深的爱与牺牲。很多母亲是这样，她们不一定擅长表达，不一定有华丽的言语，但每天为家人准备饭菜，维系秩序，照顾每一个细节。他们可能只是重复着无数个看似琐碎的动作，但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其宗，有其君。很多父亲也是这样，他们或许沉默寡言，表达方式并不细腻，但在压力面前始终撑起一个家的责任。在孩子看来，也许不够温柔，不够亲近，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担当与信念。这样的父母就是现代社会中的圣人，他们的存在并不起眼，但却极具价值。他们没有在朋友圈炫耀家庭多和谐，也没有在社交媒体晒孩子的每一个成就，而是在生活的最基层一线默默付出。他们披褐而怀玉，他们所表达的道极其质朴，极其不显眼，也因此最容易被忽略。但正是他们支撑着家庭关系的基础道义，他们的价值在喧嚣的社会中愈加稀少，也愈加显得弥足珍贵。那么当我们回到这整章时，就不难发现它所传达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哲人面对社会误解的感慨，更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如何坚持真实内敛、深藏不露的生活哲学。在家庭中，这种姿态尤其需要被重新发现、重新尊重。因为在信息爆炸、情绪躁动、价值观多元而混乱的今天，一个家庭能否维系温情、相知、信任，不再靠表面的沟通技巧，而要靠是否有人愿意做那个披着褐衣、藏着美玉的圣人。这样的人不必多言，行为却有力；不必争辩，却自成气场。他们知道自己为何这么说，为何这么做。他们不急于让别人理解自己，但他们也不轻易丢下自己那颗怀玉的心。他们的坚持也许短时间内看不到效果，但终有一日会在家庭关系的深处沉淀为一种稳定的德性资产，一种无需语言即可传递的信任之源。因此第70章不是一段孤傲的自白，而是一种低调而坚韧的道义表述。他所勾画的是一位圣人如何在众生喧哗中守住本心，不被误解击垮，不因否认而改变方向。这种精神若能在一个家庭中存在哪怕一人，那整个家庭的德性就不会彻底崩塌。因为总有人在沉默的守望，总有人在尽责的传承。而老子并未止步于自省与申明，他在这章中提出的问题，在下一章中将以一种更加具体而极具象征意味的方式展开。他不再只是讲自身被误解的困境，而是进一步问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如何治理一个社会，乃至如何协调人群之间的冲突与摩擦。在下一章，他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比喻，看似与政治相关，却再次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。那种治理方式将不靠强力，不靠威权，而靠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，让人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自我调节、自我觉悟。究竟是什么？
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《道德经》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